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哪儿也不去，弟子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，我们并非师徒，只是有缘，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程罢了。如今，我陪你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继续往前走了。师父，师父！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勿忘本心，切莫回头。这伞能遮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你心里的雨呀。来，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，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的。无心，谨遵师父法旨。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尽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无心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我听师父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鱼师。难道无心的目的，竟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无心师弟不是魔，师父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
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傲，但有一句话说的不对。接下来的路，不止你一个人走，还有我们同一起走。好，师父，我曾经以为只有您在身边，我燕安氏才能一世兴安。所以这一路我都带着您的摄理，假装您未曾真的离开。不过，我现在认识了2个好兄弟，前路虽然凶险，但有他们在身边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，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？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者，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
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身上除了有点罗刹糖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，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无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
无心猜想，大觉师傅见到无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一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一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无心身上的魔气。无心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，12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
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，可对。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！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。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严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心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心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
天外天入侵中原，所造杀孽甚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无心，别做傻事。我燕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无心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无心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无心，哎，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，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无心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无心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，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服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禅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12年前，我曾和忘忧打了个赌。打赌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赌局从来就没成立过。
自己一厢情愿了。看来是老和尚赢了。无心师弟，受苦了。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看来九龙门的人败了。无双城也来趟这趟浑水，雪月城趟的，又是多情的水啊！你要拦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他。一念成魔。若是我们不给又如何？杀了我们，伤而不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就凭你卢玉宅，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子，当然不是。就凭我无双一人，你这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回座。啊，御剑术。星霜。绕指柔。玉如意。以这小子的年纪，就能操控无双剑匣放出4把飞剑，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哼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狼狈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小子，这无心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的话，这是真真正正的6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6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，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
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月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：“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”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。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；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的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沈清舟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接！剑挡拿肉挡，还真是个傻子。起来吧。的确是傻，不过这份情谊值得敬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杰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了。好。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今日放你一马。你可要记住了，日后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无双，为何不继续了？已然尽兴，便不想打了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